佩神佩拉将冲击人类历史上第一个3冠王。兄弟们，佩子终于不执着于打骨头了，打骨头赢不赢先放一边，主要是骨头现在真没啥实质性荣誉。我们抛开骨头过往所取得的成就，他现在就是一个普通的重量级选手，而且主要的是打骨头胜算是真不大。骨头就喜欢打佩拉这种纯战力选手，他有100种方式把你拖入地面。打骨头最大的收益其实就是赚钱，赚得多，其他的还好，其实没有啥实质性的荣誉。这场比赛也是被白大拿严令禁止了，毕竟大拿对骨头掏心掏肺，然后骨头甩手就把大拿给甩了，现在这两个心生怨念很正常。不过兄弟们不用担心，虽然这场比赛没了，那么又一场伟大的比赛又要诞生了，那就是佩拉的3冠王大战。其实佩拉到重量级潜在对手就2个，一个是汤姆，另一个是盖恩。汤姆和盖恩之间的战斗应该是先解决完再跟佩拉打，我们也不分析这2个人的二番战了，我们就看佩拉能不能干过这俩。咱先看汤姆对阵佩拉，自从汤姆跟盖恩打完之后，现在都有点众叛亲离的感觉。以前的汤姆严重被高估，现在的汤姆我感觉有点被低估了，主要被低估的还是汤姆的摔跤。大家都认为盖恩能放下汤姆的所有摔，所以佩拉也能，其实是有误差的。盖恩能放下汤姆的摔，一是因为自己速度快，二是插眼防守确实好，还有汤姆自己的原因，一是手短，二是强摔确实差点意思。而佩拉确实不具备盖恩那种优势，一是自己速度没有那么快，二是自己确实也不脏，所以说汤姆摔佩拉我们还是可以期待一下的。而回归纯战力的话，汤姆的终结手段过于单一，就是那个速度启动非常快的蓄力后直，只要能规避汤姆这个蓄力后直，其他的基本没啥问题。而佩拉的战力终结手段就太多了，有左平钩，有卡夫踢，有高扫，有飞膝，他的终结手段太多了，作为现役的战力大宗师，战力这一块太权威了。而且汤姆最大的弊端就是他的手短，他那种换伤害的打法就是高风险高收益，他很有可能一拳给佩拉带走，佩拉也很有可能一个反击拳带走他，这2人之间的战斗挺有悬念的，肯定会非常精彩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另一个潜在对手盖恩说实话他真的挺不好打的，他是非常的灵活，但又非常的脏。佩雷拉如果想赢他，基本上只能靠 KO 他，但是铁血纳甘诺和汤姆都没有终结他。铁血在 UFC 所有赢的比赛，除了盖恩这一场，其他的都是 KO。汤姆也是在打盖恩之前终结率100%，在打盖恩之后也是有点原形毕露。就在纯战力角度，盖恩在重量级历史上也是数1数2的。更主要的是他还脏，他还是个坏孩子。他给汤姆插下这事儿，咱就先不聊了。他都敢插琼斯的眼，踢琼斯的裆，你说他得多无法无天？太岁面前都敢动土，祖师爷的眼都敢插。说实话，有点无法无天了。佩拉可能惨遭毒手，就算没有这些脏招狠招，佩拉也很难过盖恩这一关。盖恩的控具打法有点像加大版的黑龙，其实挺有可能溜佩拉5个回合的。其实无论是佩拉打盖恩还是汤姆，都肯定是下狗那方。但是佩拉这个人是绝对不能用常理来定义的，他太神奇了。谁能想到一个20岁还在修轮胎、常年酗酒的酒鬼，竟然能成为踢拳界和综合格斗界的双冠王，人称传奇4冠王。佩雷拉这人生经历太神奇了，简直是个超人。320我是看好安卡拉耶夫卫冕，但是佩拉仅用80秒就震惊了世界。佩拉这个人完全不能用常理来形容，你认为他做不到的事儿，他一件一件的给你完成，而且完成的非常漂亮。如果佩拉哪天真的走进了重量级冠军战的8角笼里，我绝对看好他成为 UFC 历史上第一个3冠王。